你这批货把我们催的，半个月没着消停。要的急，没办法。不过光快不行啊，质量得好。那是必须的。哎，等一下，等一下。毕经理，手感怎么样？我跟你说，这批货是用我们公司最好的料做的，怎么样？跟你们的货像不像？嘿，你别说，还真挺像，不但像，还挺润。那是啊，这进口的神经酰胺可是8万多块钱1公斤呢。我们又添加了维 C、维 E， 所以啊，用起来效果肯定特别的好。不过你加什么也没用，你就是做的比原厂还好，又能怎么样啊？还是冒牌货呀。哎呀，现在这人都认大牌，那我们这个小厂子要是也能做出名气，那也不知道他们差到哪儿去。你看，这货又便宜又好用，用后又不干腻。哎，就是现在这个品牌呀，太难做了。行了，没有牌子，再怎么做也是山寨货，别磨叽了啊。是，皮经理说的对，所以呀，我们还要仰仗着您呢。哎，对了，你这批货往哪儿走啊？云南还是新疆啊？这批啊，上海。上海。你这胆子是不是也太大点了呀？大吗？别废话了，赶紧装，晚上我要运走啊！哎，好，你放心。喂，吕总，都搞定了。辛苦了。别留下什么痕迹。放心吧，出入库都是曲弯弯签的字，许诺做的符合。干得好。找谁啊？找你们公司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不着。找人。你们冷静一下，你们不说清楚什么事儿，我没法帮你们联系我们相关部门负责人。我用不着相关部门负责人，我找你们公司头儿。那你也得告诉我是什么事儿，我才能帮你联系他呀。行了，我跟你用不着废话，行不行？哎，李书记，领导们不冷静。小姐。快出来！老板人呢？谁是负责人？总经理还是总裁啊？姑娘们，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别吵吵，行吗？你谁呀？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先说。这没你事儿，一边去。大家别激动啊！我是迪欧的营销总监，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我在电视上见过你，你说你是负责人是吧？对。行，今天这事儿就找你了。那我们去会客室谈吧，好吧？你谁呀？去什么会客室啊？你们也怕丢人啊？咱就在这儿解决。不是，这儿是我们的办公区域，大家都在工作呢，要不我们还是上2楼谈吧。我知道是办公时间，解决我的问题不也是你们的工作吗？行，那就在这儿说。我在网上买了你们的产品，用过之后脸就开始长斑。本来我要参加面试的，但是我现在长成这个样子了，你们说怎么办？我能看一下你的购物清单吗？可以，不过只可以是复印件。
这是美妆网的专用单据。您之前有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产品？是不是第一次用啊？这个产品我已经用了3年了，以前总是在商场买，这次看你们网上促销力度大，就在手机上买，没想到我就用了3天，我就成这个样子了。那这中间您的饮食是不是有？你不要在我身上找原因，我知道你们那套说辞。这套产品我用了3年，以前不管是熬夜还是吃香辣蟹根本没有问题，但是这次我刚用到脸上就有刺痛感。我现在怀疑你们在网上售的是不是法国原装进口的产品啊？还是根本就是本地产的假货？对啊，死后假货。你看，这款按压根本力度就不够，面上裸体看着挺像的，涂在脸上根本就是碎片。卖假货！你们竟然就是这样！我现在找你算账！大家别激动啊，听我说，我们迪欧网站上出售的都是正品，跟商场专柜卖的一模一样，绝对不可能是假货，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你说是正品就是正品，你有什么凭据啊？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把你手上这瓶拿去给我做检验。这2瓶面霜，1瓶是快用完的，是我在商场买的，这1瓶是新打开的。这2瓶我都检验过了，结果呢，材料完全不一样。你看，你怎么说是假货吧？不可能，你拿给我看看。不能，你想毁灭证据吗？沈总，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外面一团糟，徐总也没办法了。我去看一下。你不能去，你是公司的最高领导，你要出去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那这样吧，我去吧。也好，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尽量满足。还有，不要激化矛盾。我先去看看再说吧。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可是我就担心，我们想用钱去解决，人家觉得我们会有短。这事都赖徐总，没事搞什么电商啊？现在弄得一团糟。闭嘴。去吧。嗯。我要把你们这些产品的批文和进口单据的复印件拿走，去海关和商检局查查看。如果是真的，那也就算了；要是假的，我跟你们没完。您放心，我们所有的产品100%是法国原装进口正品，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您尽管去查。我管你们真的假的，我的脸怎么办？要不这样，我派人陪您去医院。如果经检查是化妆品造成的，该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行。开赛记者，您陪他去医院，所有的检查费、药费我们清楚。好，知道了。请吧。走吧，跟我来。散了吧。走。解决了。解决了？什么情况？解决了。那些人在网上质疑我们卖的是假货，所以徐总就把我们的单号、复印件给他们看，随便让他们查。事实胜于雄辩。还有一个满脸长红斑的，徐总已经安排人送他去医院了。当然了，这是应该的。这么短的时间就摆平了，许诺的危机处理做得还不错。于总，您找我啊？怎么会把事情搞得这么大，找这么多人来闹呢？我不知道啊，就戴口罩那姑娘是我安排的，其他人都不是，我也纳闷了。我就说奇怪，怎么戏码跟我们之前的不一样呢？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给许诺拿进口商检批文的那个中年妇女不是你安排的？当然不是了，我做这件事只是想引起沈总的注意，追查起来好栽赃给许诺。我怎么会把证据给到外人手里呢？那就奇怪，刚刚有个女的拿了店里的货和网上的货去做检验，证明2种材料是不一样的。这绝对不是我安排。要是真的拿商检批文去查，我们就露馅了。我只是让许诺离开迪欧，我不想要伤害公司。您看您又心软了吧？放心吧，代工厂那边我再交代一下，把后边的事情处理好。退一万步，就算真出事儿了，也是许诺跟曲弯弯，跟咱们没关系。那个曲弯弯怎么样了？放心，他那儿没问题。我当时让他改批号的时候，跟他说有一批货要到期了，是权衡之举，没跟他说别的。就算问起来，他也说不上什么来。而且我们只要咬死许诺，这个事儿，你放心，肯定没问题。当然如此，
谢谢。怎么样？凯塞他们回来了吗？没呢，这不等医院结果呢吗？反正其实说了，这女的估计就是想讹点钱，真把钱给她也就算了这事儿了。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呢？你有没有觉得跟上次商场那事儿有点像呢？徐总，你怎么不接电话呀？我手机放办公室了，怎么了？快回去吧，沈总找你，出大事了。出什么事儿了？你看一下，这是我们最近这2次送给美妆网的货的出库单，还有进出口的审核证书和卫生证书。有什么问题吗？货号有问题，经过财务部朱经理反复审查，发现这2批货可能来源不明。什么叫来源不明啊？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向法国进的货里边没有这2批。这怎么可能？林总的意思就是有人伪造商检证明，还有海关的单据，放在美妆网上销售假货。所有进出口的单据全部都是运营部的 Peter 负责的，每一批货对应一套文证资料，从来都没有出错过。这次确实有问题，我刚才在海关网上查了，确实没有这2批货的送检证明。也就是说，这2张单据100%是假的，单据是假的，这2批货也就是假的。所以说，是有人伪造了单据，又把假货发给了网站。叫 Peter 来。好。我们4个当中，就你最了解情况了，麻烦请你给我一个答案吧。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会又怀疑我吧？我不是说怀疑你，但这个事情呢是你负责的，所以希望你给我们一个解释而已。我没有办法解释，这太荒唐了。荒唐？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挺荒唐的。迪欧创业10年到现在，我们从来都是高品质，没有出过这种事情。现在电商刚刚启动，就搞了这么大的篓子出来，这会影响我们公司的公众形象的。各位领导，你们找我啊？我们从法国进口的海关文件是不是都是你负责的？是的。你看一下，有印象吗？这是 PS。你看一眼就知道是 PS， 是你做的吧？徐总，怎么血口喷人呢？是，我知道你不太喜欢我，总想着办法排挤我、打压我。可是我已经逼着你了，不招灾不惹祸，怎么还往我身上泼脏水呢？就事论事，你说这是 PS 的，为什么？因为我无意间在曲弯弯的电脑里看见过，所以我知道。你说曲弯弯？徐总，你太沉得住气了。难道这个事儿不是你指使的吗？我？沈总，我本来不想说的，今天到了这个地步，我不得不说了。我也不想再替这帮人瞒着了。曲弯弯无德无才无能，没有工作经验，凭什么进迪欧啊？不就是徐总一句话吗？进了迪欧以后，千方百计安排到运营策划部，说是给我当行政助理，其实就是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趁机作假牟利。这不能怪许诺啊！曲弯弯入职的时候我们都在，他当时情绪激动。林总，其实这件事儿也是徐总导演的。曲弯弯别的本事没有，演戏的本事一流。你别在这歪曲事实了，我去把曲弯弯叫来，咱们当面对质。好啊。Peter， 你这话说了就不对了。他最近工作表现得很好，我很看好他，也是我推荐他晋升的。照你这么一说，我跟曲弯弯也串谋了。于总，您就是心太好了，被人踩在脚底下还给人当梯子呢。这是他们2个合谋的，他不好直接提拔曲弯弯，只好让他在您面前表现。Peter， 你说这是曲弯弯做的，你有证据吗？有，就在他电脑里。林凡，知道了。沈总，而且不止这一次，我以前也发现过曲弯弯篡改过单据，把过期的产品卖给第三方。我相信这些东西现在都在他电脑里，没准2个人
现在正在串供。文文， Peter， 你作为运营策划部的经理，你之前看到这件事情怎么不揭发呢？于总，我有制止过，但是曲弯弯跟我说是徐总让他这么做的，说是行业的潜规则。那徐总是什么人？我惹不起啊！我得保住我的饭碗啊！这许诺也真是的，现在为了拼业绩，不择手段，绞尽脑汁，连行业的潜规则都搞出来了。Peter， 你能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吗？能。那你去把你说的话都写成书面材料给我。好的，沈总。徐总，不好意思，请把电脑拿走。怎么样？打不通，你去公寓找找看。我现在就去。路上道歉啊！啊。我刚才看了曲安文的电脑，确实有那些文书。沈总，你打算怎么做？曲安人呢？电话关机，联系不上。现在找到他又能怎么样？他承不承认都无所谓，单子就是许诺签的，他难辞其咎啊。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许诺还有曲弯弯，给我点时间，我去把这些事情查清楚。现在内部的问题姑且不论，当务之急是查清楚到底有多少货流出去。如果这批货真的有质量上的问题，对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影响。这要是被公开了，我们不仅要对消费者进行巨额的赔偿，而且还有很多事情不是钱能够解决的，这会影响我们迪欧的品牌公众形象的。不会的，我不会让事情演变到这个程度的，请相信我。弯弯，弯弯，开门！谁呀？这是你找谁啊？曲弯弯在吗？曲弯弯，没这人。对不起。曲弯弯，你到底在哪里啊？于总，过来。这是你做的？你不用害怕，你可以告诉我。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意思。这2张是我做的，是我改了生产日期和批号。
是徐总让你这么做的？不是，是 Peter。Peter， 你第一天上班就泼了 Peter 一身粥。他让你做事情，你会去做吗？文文啊，这件事你得想清楚啊。万一要是牵扯下去，你在公司的地位、薪水和待遇都会被撤回，而且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吃上官司。于总，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果这么严重，真的是 Peter 叫我做的。你现在咬着 Peter 不放，没用的。毕竟沈总他也不喜欢 Peter， 最多他只能陪你一起做垫背的而已。于总，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我相信你不知道后果会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怎么摆平这件事情。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说徐总，说是徐总让你这么做的，你只不过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是主导者，你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所以你才这么做。可是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徐总，那徐总他会不会有事？他怎么会有事啊？以他现在在公司的身份和地位，就算是他做的，他也可以说帮公司拼拼业绩，沈总也不会惩罚他的。但你和 Peter 不一样，你们会面临什么呢？文文啊，你只有咬着许诺，才会没事，知道吗？你现在是大好的时候，你想想看，你这么年轻，就做上大公司的高层经理，又做了品牌的代言人，现在这个时候啊，自保很重要的，千万不能犯傻，知道吗？可是我还没有什么可是的，你相信我，只要按照我的话去做，我会保证你的一切。是徐总让我做的，我不知道后果会这么严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这都是意料之中的答案吧？我不信。志泽，你信吗？我也不信。你们两个能不能理智一点啊？曲婉婉不是一个会说谎的女孩子，我在问她的时候，她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如果不是有人教她，她敢做这种事情吗 ？PS 图片这种事情，不教她，她会做吗？我还是不信。之前有过几次这样的事情，但后来都证实，许诺是被冤枉的，是被别人陷害的。那你们的意思就是曲婉婉在说谎，是不是？那她为什么要说谎呢？你说这事情，它怎么就演变成这样了？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我到底是被谁算计了？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当然是于曼妮了。你知道吗？刚才雷凡给我打电话，我都不敢相信，他跟我说曲婉婉亲口跟他说，这个单据是我让他做的，还手把手教的。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为什么呀？我再给你分析一遍啊，他看着很单纯，实际上非常精。谁在他上面，他巴结谁，谁说话算，哎，他就听谁的。你为什么让他来家里住啊？是不是就因为有一次你送他回家，看他房子不太好，所以你于心不忍让他过来了，对吧？不是，那一次是我让他住我家的，是突发情况，是我自愿的。突发情况，咱们再说一下上一次思庆的事儿。咱们三个人在这讨论节目，他好像无心的唱出了那一首歌，实际上那绝对是有心的。你早不唱晚不唱，为什么偏偏在我们说节目的时候你唱？你是说？当然了，你
就是常常拿这个好心给别人当梯子使，最后人家觉得你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啪，把你当成一个柴火烧了。我觉得可能还是受了于曼妮的诱惑。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就是做事情太正派了，你总想着说啊，我把这个事儿做好了，我把这个事儿做漂亮了，我就肯定有话语权了，完全不是。在迪欧，如果你要想冲出这个重围，要么你当刺猬去扎人，要么你就当靶子，反正你身上必须得背着剑。好了，那现在我成靶子了，不行，等他回来，我一定得好好问问他，这于曼妮到底给他灌了多少迷魂药，他这么回我？哎呀，我看你是等不到他了。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人家都没回来，人就想等着你睡着了，不想跟你见面。是啊，都这么晚了。你说她一个女孩在外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哎呦，行了吧你有这时间关心关心你自己吧，服了。你这是怎么了？快进来，先见再说。来，给你擦擦，着凉了。到底怎么回事？趁徐总不在家的时候，把行李偷偷拿出来了。我不敢回去，我怕他发脾气。外面下这么大的雨，我一个人在外面一直走，才发现我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李总，我真的好害怕，那种被人像垃圾一样丢在大街上的感觉。李总，这件事情后果会很严重的。很严重。那徐总他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吃官司啊？如果真是许诺做的话，那就会。那怎么办？我不知道会这么严重的。婉婉，我再问你一次啊，这件事情真的是许诺让你去做的吗？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不是徐总，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不关徐总的事。他那么美好，不应该去承担这些。我本来就是从烂泥堆里长出来的野草，我不怕，我愿意为他承担这一切。婉婉，去哪里？我去自首。你先别冲动，事情还没这么严重。刚才我是骗你的，申总没打算要报警，公司想低调处理。许诺没事。真的？真的。刚才我只是试你的，对不起。李总，你不用跟我道歉的，这本来就是我的错，是我傻，是我笨。只要徐总好好的，公司好好的，我做什么都愿意。是我太傻了，一心想把别人交代给我的事情做好，我没想到会闯这么大的祸。是我太傻了。我当面找曲婉婉谈过，她说是你。他在哪儿？我找他去。你千万别冲动，你现在去找他没有任何的意义。他咬定你，一定有他的理由。如果是他撒谎的话，你现在找他只会拉远你们的距离。什么叫如果啊，林凡？我信你。曲弯弯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他一定是受到了于曼妮的威逼利诱，所以真相就是，于曼妮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可是他一个人怎么完成呢？首先要对电商业务程序非常了解，同时又要可以接触到出入库。Peter， 如果是 Peter 怂恿许弯弯去改变批文，倒说得通啊。可是造货需要生产周期，如何生产，需要找到代工厂啊。可是怎么去找啊？于曼妮开始只是想让许诺出局，没想到事情闹大了，她现在紧张的要命。女人这个动物天生短视，因为嫉妒铸成了大错。到了现在这个局面，就算是牺牲了许诺，这个事儿也解决不了。赵总，我知道您的目标是迪欧，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啊？棋子好像不能问棋手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吧？我知道您想要的是什么，您想通过这件事毁掉迪欧。是，没错，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但是毁掉和吞掉是两个概念。我觉得你也不能毁掉许诺吧。这件事要是一公布出去，迪欧死不死我不确定，但是许诺肯定完蛋了。赵总，以前您让我给您传递迪欧的商业情报，引导于曼妮做出愚蠢的商业决定，我都照做了，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只是涉及到商业利益，并没有触及到我个人的底线。是，我是不太喜欢许诺，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他彻底完蛋。这个事儿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就算是你想让许诺彻底完蛋，我也不想，更何况沈志泽也不想。放心吧，等迪欧走投无路了，我自然会出面跟沈志泽谈条件，注资迪欧，拿下控股权。可是现在想注资迪欧的公司不在少数，沈总也不会轻易地同意同行业的并购。但是有一个人可以实现您的目标，还不用闹得这么血腥。你说的那个人，应该是于曼妮吧？我想想。许诺，怎么了？什么话不能办公室说？有些话在公司说不太方便，所以把你叫出来。你说。我知道现在这个情况，说什么都是苍白的，但是请你相信我，那些事情真的不是我做的。我能问你个问题吗？你吃过早餐了吗？网站已经将那批有问题的商品以缺货的名义下架，而且用咱们仓库里面的正品将第三方物流中心的存货全部都换回来了，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如果批文的事件曝光，后果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也没有办法，只能坦然面对。或许可以丢卒保车啊。你什么意思？把你推出去？你觉得我会这么做吗？你以前又不是没这么做。当时情况可控。你是在跟我翻旧账吗？你说呢？我的这个建议呢是很认真的。身为迪欧的总裁，你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保护迪欧的品牌，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你可以把目前掌握的情况公布出去，把矛盾都集中在我身上，这样就可以为迪欧赢得时间。审案子总会有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取证，最终澄清。现在这个方法太冒险了，幕后操纵的人不知道有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如果不能找到蛛丝马迹的话，你是没法洗脱你的嫌疑的。你相信我，我已经有一点点头绪了。我不会这么做的，不管是做我的员工，或者是什么？
总之，不管我身为你的老板，或者是身为一个男人，我都不会这么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好。吃慢一点。你不知道，从昨天到现在我没有正经的吃过一口东西，知道你不怀疑我，我才有一点胃口吃。傻瓜。谢谢。你想，如果你相信我没有撒谎，那撒谎的人一定是曲弯弯，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撒谎呢？谁在幕后指使他呢？联想他最近升职了，我想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之前也有很多针对我的陷害，可是你都没有查下去。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查不代表姑息。我想我清楚幕后的那个人是谁，我只是希望再给他点时间，看他会不会回头。有时候我真的弄不明白，你这个人到底是无情呢，还是多情呢？曲经理，昨天晚上您下榻在哪儿啊？你知不知道徐总等了你一晚上，一宿都没睡觉？刘瑞姐姐，我昨晚回来太晚了，怕打扰徐总。我是下课太晚了，还是做贼心虚不敢见徐总啊？哎呀，行了，刘瑞，有什么事别在这儿说了，这么多人呢。同志们，来，上来，我有话要对大家说。咱们大家伙好好品一品，这曲弯弯的人品究竟是怎么样的呀？要不你先说说徐总对你怎么样？当初你被房东赶出屋的时候，是谁可怜你？是谁收留你啊？是谁一笔一划教你做这个策划方案？是谁教你这些专业的知识？又是谁帮你搭配的这些衣服呀？哦，对，你原来满脸大包的时候，是谁帮你找的医生，把你弄得现在光溜顺滑的？是谁帮你在这个迪欧一夜成名，当上这个代言的？谁呀？是徐总。全部都是徐总，徐总对我有知遇之恩。啊，你知道呀？我以为你不知道呢。那你为什么要上演农夫与蛇的故事啊？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咬了。你为什么要自己私改这些批文来连累徐总？为什么？我。不用跟我装这种可怜相，我不是男的，别跟我来这套。刘瑞，你过分了！我怎么过分了？早晚有一天你会看到他有多过分。瑞瑞姐，你说那事儿是真的吗？我告诉你们啊，大家都清醒一点，她可不是什么纯情的小萝莉，是功利腹黑的绿茶婊。行了啊，都散了，看什么呀？上班了。这么多了，怎么还拿呀？哎呀，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净瞎闹。说是带咱们来超市，有的东西一样都没拿。哎呀，别招他了，你看他那脸色。高兴的时候也不知道回家，这不高兴了才知道回。就咱们社会知识。这歌词里不是唱了吗？家才是他避风挡雨的地方吗？
哎妈，我说您那老同学靠不靠谱啊？我今天等着拿结果的，能拿到吗？我都跟他说了，给你加急检验，本来是需要2周的，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他挺配合的，你就放心吧。你说你这孩子啊，早就跟你说了，这个公司跟你八字不合，你看你自从去了就没有消停过，不让你干了，你还非不听。哎妈，我都说了我是被冤枉的，你怎么不安慰安慰我，还雪上加霜了呢？小诺，那照你的意思，这件事儿是被别人诬陷的，谁这么恶毒？我大概知道是谁了，就是现在还没有证据。你说说你，一天到晚忙什么了？这忙来忙去，还惹了这么多麻烦。还有，你跟林凡到底怎么样了？这还有没有可能复合？你们在这等结果吧，我买杯咖啡去。你看，你也是，这孩子正闹心呢，提什么林凡呢？我的意思是说呀，他要是跟了林凡，早早在家代孕，哪能惹这么多麻烦呢？别说那没用的了。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法方知道，最好能封闭消息，我们自行解决。Peter 的事，你让罗明暗中去查，千万不能走漏风声。还有，朱娟跟妍妍那边也要再敲打一下。好，我知道了。希望一切都来得及。你那边什么情况？市面上与咱们这批货相似的产品一共有37种，我都找到了，现在正在检验，估计下午就能出结果。我准备找到这个厂家之后直接杀过去，这样我们就能找到代工厂了。你不要轻举妄动，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你放心吧，还有个好消息，虽然这批货是高仿货，但是质量都没有问题，对皮肤不会有伤害。那也要彻查到底。放心，我先挂了。怎么样？我给 Peter 打了个电话，他说一切正常，一切正常。许诺今天没有来上班。对了，刘瑞给曲弯弯上了一剂泼水门。泼水门？对呀，就是为了给许诺出头。他说曲弯弯忘恩负义，拿起一杯热水就给他泼脸上了。曲弯弯这个姑娘人小鬼大，心思可不小，你们小心看着点儿。好，明白。哎，帮我拿着。喂，好，我马上过来。什么情况？有人刚才跟我说，有假批文在他手里。啊？那个女顾客吗？是个男的。男的？我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你先回公司，帮我盯着点。好。你好，于总。这一上来就喝酒，有点鸿门宴的意思。就算是鸿门宴，也不会让你失望。那得看你接下来的节目够不够精彩。于总，你果然是个生意人。请坐。你想怎么样？以前我一直挺羡慕沈志泽身边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红颜知己做陪衬，不过到现在我才发现，原来红颜知己和红颜祸水是同义词。赵天成，你今天找我来，
应该是自认为有足够的筹码跟我谈条件。有什么话直说吧。我本来以为节目足够的精彩，没想到你轻描淡写的把他们说成了是筹码，你可真有胆识啊！如果你今天不来，我倒有点担心。毕竟事情闹得这么大了。但今天既然我们坐在一起，这事情一定可以谈。可真是厉害，怪不得许诺总是败在你的手下呢。许诺真是你派来的？这个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眼前的这件事儿，我可以帮你摆平。条件是？我拿去送检的产品中，只有这2个厂的保湿面霜与我们这批货最为相似，一家在厦门的郊外，还有一家在宁波。我马上派人去这2个地方查。还是我来吧。唯一让我欣慰的是，这2个厂都是正规的企业，所以即便他们仿冒我们的货，也只是为了赚钱。这算什么？不幸中的大幸吗？你打算怎么查？我准备让刘瑞和吉哲去一次厦门，宁波这一家呢，我自己去查。放心啦，总之我有办法的。我就说我赶着做一批急货，借势看看他们的生产能力。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带我去车间，到时候我再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太危险了，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好，那你陪我去。走。走什么走？你看看你这张冰块脸，外加一身正气，一去就得穿帮，还是算了。那我让楼叔去。楼叔，他太老实了。再说现在公司人心惶惶的，人事部那么多事儿等着他处理。你让林凡陪我去吧。他这个人呢，面善心坚，骨子里透着一股邪气，做这种事儿最靠谱了。他如果知道你这么评价他，他肯定会气死。没错，他一定还会说，临死前还得找个垫背的。别胡说。我走了。说真的，如果我这次真栽了，身败名裂了，沦落到街头去讨饭，你路过的时候会不会给我几个钱？不会。这么能写。因为不会有那么一天，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没想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会跟我说几句真心话。想带上你私奔，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你私奔，去做最幸福的人，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走了，付出着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
所以赵总的意思是要注资迪欧？没错。我可以安排你跟沈总见面。不用那么着急，现在钱趴在我的账上，我分分钟就可以打过去。但是我现在想要的是你们迪欧51%的股份，这个事情我就不知道沈志泽会不会答应我了。果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您这不是注资迪欧，您是想吞掉迪欧。对不起，这件事我帮不了你。你不用那么着急回答我给你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不用考虑了，沈总是不会答应的。再说了，就算我把我手上25%的股份给你，你全卖了，你也实现不了你的目标。这个事情我清楚啊，但是呢，我现在只想成为你们迪欧最大的债权人。债权人？因为你们迪欧现在财务状况不好，而且法国总部又刚刚给了你们一个新的品牌，你们现在手里急需大量的流动资金。虽然说许诺从代理商那儿帮你们使了一招借鸡下蛋，暂时帮你们顶过去了，但是资金不足仍然是你们最大的软肋。如果这个事情传出去了，后果，我想你应该比我清楚。所以我告诉你，我给你时间好好的考虑，3天之内给我答复。还有，在蓝针和迪欧的对峙中，没有项庄这样的小角色，只有刘邦和西楚霸王。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把这些资料公布给媒体，或者发给欧亚集团总部，你的心愿不是马上要达成了吗？芭芭拉也可以马上代替雷诺就任中国区新总裁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和于满意摊牌？玉莲，中国有句话叫杀敌1000，自损800。如果我要出那样的杀招，毁掉迪欧太容易了，但是对欧亚品牌在中国的信誉会有很坏的影响。重建一个企业容易，但是想要重新恢复一个背负负面印象的品牌很难。我懂了，赵，你很聪明。错，这不是聪明，你应该说是智慧，或者说是睿智。那智慧，那这跟聪明是一个意思。玉莲，我看你真的该换一个中文老师了。如果你要夸一个像我这样成熟稳重的中年男人，如果你用聪明这个词的话，有点细数的感觉，所以呢，只能用智慧或者说睿智，这样表达比较贴切。赵，你很傲慢。用错了，你应该说我是风骨。风骨这个词我不明白，是风流、风情、风雨、风骚的意思吗？玉莲，咱们俩换个地方，让我好好给你上一课。昨晚曲文文住在你那儿，对，你根本就不需要那样。什么意思啊？以你的智商，我不认为你看不出曲文文在想什么。如果你只是想让我没有负担，可以毫无顾忌的去爱沈之泽，那我不需要。否则你还要我怎样？与其3个人站在原地不动，倒不如我先退出来。可以什么呀？
没有人可以为了自己的感情要求别人白白牺牲。我也希望你放下我，找一个爱你的你也爱的好姑娘，但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让我放松而委屈自己，那样只会让我更不安心。你说咱们这次能有收获吗？唉，不好说呀。唉，这许诺把这2、3线的品牌都拿过来比较了，比较出来2家非常相似，一个是宁波，一个是厦门，他自己去宁波了，所以这次厦门还真是得靠咱俩。说实话，我还真挺佩服徐总的。你说，没有什么局他是破不了的，他居然能想到靠对比产品的配方来找到这批货的制造商。当然了，他对这里面多了解呀。而且你想，这种东西肯定不是小作坊做的，肯定是一些什么中小品牌这种厂家做出来的，它肯定不是生产一单，肯定是大批量的这种生产，它这个原材料肯定会有仿造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一条生产线上下来的这些东西，原材料相似的程度肯定会非常高。现在说这些，其实大家都懂，但是当时那个状况，他能立刻找到，然后像大海捞针一样把它做出来，这种事儿也只有徐总了。哎，你这事儿没有跟曲婉婉说吧？没有，我知道你们怀疑他。什么叫我们怀疑他？你不怀疑他？我总觉得许婉婉没那么多心机。这样，这次回去以后，我好好跟他聊聊。你聊什么聊？不聊。希望咱们这一次会非常顺利。给你饭。接着点，来，慢点，这给我。来，慢点啊，慢点，小心。哎，这箱记号了吗？记了。吃饭了。来，大把手。这个是多少？吃饭了。接出来，慢点啊。要不大家休息会儿吧，先吃饭了。好，吃饭了，来吃饭了。来，吃完再干。怎么样，好不好吃？茶，烫，还烫是不是？乘以248，领膏。领膏是16.4。16.4，38.5，39.4，多少？法国的第一批货全部都销售出去了，真的！恭喜我们！我们第一个1000万。快点，明天就要搬到新的办公室了。那给我，都说好啊，行，别落东西啊。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东西收拾的怎么样？差不多了。
这个快鸭真是我的。明天就是新的开始了。谢谢啊。嗯。